草民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想要见周姑娘。周姑娘在后院，不过张大人也在。张子荣。是。今天晚上的事，要是敢说出去，诛你9族！不敢，不敢。皇上，奴才去把张大人撵出来。柔儿，你承诺过皇上要将我完璧归赵，你却告诉我你喜欢我，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害怕你受到伤害，怕你孤苦伶仃。你不怕失去你所有的一切吗？我怕你四处飘荡，怕你独守空房，怕看到你憋了一肚子的苦无人诉说，更害怕你成为后宫的女人，一朵生在田埂路边的鲜花，栽到后宫的花盆里，还没绽放就凋零了。周儿不是鲜花，只是无根的柳絮，从乡间飘到京城，飘到了皇宫，又飘到了张家。可离开张家之后，周儿才发现，我的心在你这里住下了。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帮您找到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包大人，请看，张德林、王延龄、展昭、展无为都和叶利钦有关系，而叶利钦和张元有关系。只要找到叶利钦，就能审出真相。只有展昭有可能帮我们找到叶利钦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展大侠3番5次帮助叶利钦，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他帮我们抓叶利钦？这告示上，这是要杀谁呀？常州府流寇斩雄飞，私通西夏细作叶利钦，伪造上谕，掳劫叛贼张元家眷，现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圣上钦定11月初5时3刻腰斩，弃市，以振国法。哎呀，这可是要杀展大侠呀！包大人，女贼还没有出现怎么办？再等。包大人，时辰已到，怎么办？
时辰已到，反贼斩雄飞，通敌叛国，罪应当诛。斩！将他拿下！是。原以为你是聪明人，没想到这么笨。闭嘴！我好心来救你，别不识抬举。到底是你救我还是我救你？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包拯怎么可能抓住我？要不是我及时赶来，你这会儿早就成大宋的阶下囚了。命是我自己的，不用你管。人生苦短，何必非要做个细作？为了消灭你们，打仗是男人的事情，女人不该插手。野猎族没有女人，只有战士。就没有想过化干戈为玉帛？是你们大宋容不下我们，土地是大家的，能养活所有人。凭什么我们在荒原，你们却在中原？我们归顺过大宋，但是你们从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。那我算不算自己人？你留在大宋，就是敌人。是敌人，何去法场救我？因为你救过我一次，现在我又救了你一次，你该如何报答？你想如何报答？把你腰间的匕首赠予我。不行，救你一命还抵不上一把匕首。是我男人才配得上的。下，还我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在我的家乡，热恋中的男女遇到阻挠的时候，会选择殉情。面对死亡，双方的族人不但没有悲伤，反而会举行盛大的仪式，击鼓儿歌，且歌且饮。你是敌人，我不会和你殉情，更不会爱你。你们为何如此仇视我们宋人？我们仇视所有敌人。几百年来，祖先们在吐谷浑和吐蕃的夹缝中生存，又被你们大宋和辽国欺压，一不小心就是灭顶之灾。把匕首还我，我给你个更好的报答。什么？告诉包拯，提防张子荣。引蛇出洞成了英雄救美，你给朕出的什么鬼计策？去追了？去了，还没有消息。万一没追上呢？臣会再想办法。
参见皇上。什么事？范大人已经在押解回京的路上。丁康君呢？在城外30里驻扎待命。有异常吗？没有异常。范大人束手就擒，他手下的兵勇也没有任何抵抗。将范仲淹押入开封府大牢。是。请皇上三思。范大人，奴才在。颁布海捕文书，立刻通缉叶离卿和展昭。是。包拯，你想说什么？臣坚信范大人是清白的。好，朕就给你3天时间。你想证明他清白，就拿证据给朕看。谢皇上，臣定竭尽所能，给皇上一个交代。范大人，包拯，此次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范大人切莫悲观。可否告知包某，张元为何会放了大人？临行前，范某不甘愿就这么把脑袋给砍了，无法亲视国之改革，感怀了一番未竟之志。兴许张元也曾经憧憬一个可以让百姓安心的太平盛世，感慨之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让我帮他实现未了之心愿。想不到范大人还如此天真，公平盛世，哪里来的公平？无论是庙堂之高，还是江湖之远，都没有你们要的这种公平。只要人人守规矩，就会有公平。包府尹，这么些年，你一直追求公平2字，可你哪件案子真正做到公平了？哪一件案子不公平了？当年皇上一把火烧死了老夫的孙女。若要讲公平，包府尹是否要问罪于皇上？烧死您孙女的火是陈琳放的，没有第1把火就没有第2把火。皇上当上了真正的皇上，张家成了皇亲国戚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妥协了，那对我孙女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张子勇舞弊，成了禁军统领；陈世美替考，成了当朝的驸马，这都是事实吧？是。上百的舞弊者依旧逍遥法外，而真正改革者却发配边疆，这对范大人来讲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陈世美抛妻弃子，杀人灭口，欺君罔上。你杀他是为了公平，可是你杀他，你搭进去了多少条人命？这对于他们来讲公平吗？老夫身为2朝宰相，主持过多次的科举，见了太多堕落的学子。10年寒窗苦，你拦不住学子的贪。只要你踏进这趟浑水，只要你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事，你早早晚晚都会染上色的。为官就是为楷模，出淤泥而不染。莲花虽结，全凭污泥滋养。只有控贪，让百官贪而不腐，这样才能稳定朝局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王大人，何必给自己开一个自欺欺人的药方？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。私利必贪，贪则必腐，贪腐循环，世间必定浑浊。唯有以百姓之力维治天下之要务，才能有天下太平之盛世。你范大人之所以跟我做邻居，纯属自找。张元就是利用了你这种天真。范大人可曾想过，张元放你回来，必有蹊跷。莫非有人串通张元？
泄露了镇官军的位置，劫走家眷，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一石二鸟，让张大人损兵折将，让范某背负骂名。范大人的文笔是气象万千呐，你帮老夫琢磨琢磨，这句“峰回路转，誓不改”，下面应该接什么呀？王大人，此刻你何必还在装腔作势？老夫认为应该接“草秀阴繁，直至巅”，甚佳。身为一国的相爷，文笔自然不错，但心歪了。身为大宋的宰相，竟然通敌叛国，视千里河山如草芥。老夫现在虽然身陷囹圄，但这脏水不可以乱泼呀。老夫是借力张元家眷，除掉区区张德林的9000犬兵，但老夫从来没有把大好河山视为草芥。这镇官军被围，跟老夫更扯不上关系。王大人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？范大人，这对与错，不是你我二人能评说的。老夫经营多年，跟张德林是互有胜负，但我一直是稳如磐石。老夫讲求的就是一个阴阳调和，错中有对，对中有错。这朝堂就好比是一场赌局，皇上是庄家，包府尹、范大人都是洗牌的人，而我和张德林都想当赢家。江山不是赌局，做臣子更不是赌徒。江山该是一盘棋，马走日，象飞田，定好的规矩就该遵守，乱了规矩就得受罚。包府尹，你说的是你梦里的江山吧？本来老夫是赢家，可惜啊，走错了2步。这第一步就是老夫有眼无珠，轻信了身边的小人。小人？哼！相爷当初跟我说，只有正侠合一才能救百姓。可到头来，这就是一场权力游戏。您给我的承诺哪儿去了？老夫平日待你不薄，普天之下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想不到出卖我的人竟也是你，小人，抬举你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年做的事情，是用非常手段对付奸佞之人的侠之大道，可到头来，我就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笑话。王大人方才说走错了2步，只说了其一，这第2步呢？这第2步就是老夫轻敌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下棋的人比老夫高明，借刀杀人，却不露痕迹。哼，此人是谁？包府尹一定比我想的透彻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来自首，来报案。报谁的案？张子荣。出卖镇官军、劫走家眷的幕后黑手，很可能就是他。你怎么知道？信与不信，包大人自己决定。多谢展大侠提醒。怎么谢？展大侠劫法场一事，包拯可以既往不咎。那我师兄展无为呢？展无为罪孽深重，包拯无能为力。王延龄得以绳之以法，展无为功不可没，还望包大人放他一马。他触犯了王法，放与不放，不是包拯一人说了算。还请包大人向皇上求情，求皇上赦免于他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包大人铁面无私，展某再次领教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展某告辞。
展大侠，3日后你师兄发配崖州，你若愿意，可以去送他一程。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是展昭告诉臣的。展昭不可信，法场那日要不是他助纣为虐，真相早就水落石出了。正是因为他救了野丽卿，臣才会相信他的话。野丽卿是个细作，更不可信。这可能是西夏人的反间计，他为张元办砸了差事，现在想将功补过。张德林和王延龄已经洗脱了嫌疑，剩下的就只有张子荣和范大人。排除了范大人，幕后黑手还会是谁呢？关中一片平原，西夏的铁鹞子占绝对优势，我们的骑兵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如果命范大人率兵佯攻彭阳城，引敌军主力前来支援，而镇关军则声东击西，绕路直捣刘番堡，伺机破敌。如不利于战，也可据险设伏，待夏军回师时，沿途截击。妙，这么一来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不过皇上，本月多雨，不利行军。据本帅的经验，下月初10以后，时势最为稳妥。王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老臣虽不懂带兵打仗，但照此听来，这一棋局不得确实漂亮。既然没有异议，张子荣，臣在。下去草谕。是。皇上，您在想什么？知道这事的不止他们4个，朕怎么把他给忘了？皇上把谁给忘了？皇上，西夏派使者送来信函。皇上，有什么吩咐啊？下去吧。是。皇上是怀疑王德。张德林的计策果然奏效了，张元答应了朕的条件，终于轮到朕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张元为何会答应我们的条件？他为了保住他的家眷，别无选择。可他的家眷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张元？你想说什么？只有一种可能。内鬼害怕张元知道真相，内鬼跟张元达成了交易，家眷必定是他们交易的一部分。可现在家眷死了，张元若知道自己血本无归，必定不会放过内鬼。把话说清楚。皇上，我们不妨把家眷的死讯散布出去，让张元替我们找出内鬼。继续封锁家眷的死讯，对皇上没有更大的意义。成与不成，都值得一试。去办吧。臣遵旨。王公公。哎呦，张大人。张大人，
这儿是我们奴才待的地方，您怎么来了？公公这里虽比不过阆苑琼楼，却也别有洞天，暗藏着珠光宝气呀。哎，都是奴才省吃俭用，攒个仨瓜俩枣，不过是留个棺材本。张大人喜欢哪样，挑去便是。公公不必在意，这个世上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势，有人贪权，有人贪功，贪些小财，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。张大人真是善解人意。只不过有句话，贪权而取节，贪财而取威。王延龄老前辈做了2朝宰相，他今天的下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张大人说的是，不过本大人要提醒公公一句，可别把自己掉进钱眼里，到时候我就是想拉你一把，恐怕也拉不上来了。多谢张大人提醒，以后还望张大人多多关照才是。王公公坐吧。张大人，奴才侍奉皇上多年，把朝里的人多少也看透个8、9不离十。可是有件事，本公公不明白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公公但说无妨。张大人，您贪什么？我？你说呢？奴才看，您贪大。大能大得过皇上？大过皇上那是胆大包天，天理也难容啊。那么我想请问公公，泄露镇关军情报的人，算不算天理难容？算啊。那你觉得他贪的是什么？为了挣棺材本儿，连自己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张大人，您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？是你把镇关军的动向卖给西夏人的。张大人，话可不能乱说，通敌叛国可是要杀头的。当然要杀头，如有九族，恐怕是要株连的。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和叶丽青的事情我全都知道。叶丽青？谁呀？包拯马上就要查出内奸了。我今天本来是要救你的，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棺材本，看来我也是多此一举了。张大人，请坐。皇上已经将张元家俊的死讯传到了西夏，张元得到消息后，必定鱼死网破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要做一条死鱼吗？张大人，叶丽青的事情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让叶丽青找的你。没想到是张德林的儿子找我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张元想要的情报。没兴趣。3日之后，皇上会在御书房召开2府会议，密谋镇关军破夏之策。镇关军？有兴趣了？开个价吧。我可不是情报贩子。那我可以找别人。除了我以外，皇上只宣了我爹和王延龄商议，一个是枢密使，一个是宰相，你收买得了谁？不过，还有一个人，他可以趁机溜进会场。谁？皇上的贴身太监王德。他沏茶倒水的时候，就能够窃听到你想要的情报。怎么拉他下水？金银珠宝。要多少？张元的家眷值多少？
这对他也有好处，算是我们各取所需。镇官军可是你爹的命根子，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诡计吧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镇官军的存亡，不是我关心的事。明日此时此地，等我答复。张大人，您藏得好深呐！您给我挖陷阱。野丽青的银子，我可是一文都没收过。这杀头的罪是你犯下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听听我的办法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你给皇上下毒。您疯了！您这是造反！如果不造反，咱们两个还有活路吗？您想当皇上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自己当皇上。皇后怀孕，皇上驾崩，太子继位，合情合理。可是万一皇后生的是个公主怎么办？狸猫都能换太子，女婴就不能换男婴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毒死皇上，我会成为千古罪人的。用上千条镇官军的性命来换银子，你又算什么人？此事若成了，我张子荣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；如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你必死无疑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在等您。有事啊？爹，儿子崴脚了。镇官军的动向，是我出卖给张元的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不愿相信。皇上知道了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很快就知道了。不要告诉我你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张家。上次你偷名单，爹没有拦你；这次你把你爹的老本都打进去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9400人在您手里，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刺。牺牲他们，就能除掉王延龄和范仲淹。除掉范仲淹，用不着你来添乱，爹自有办法。可除掉王延龄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整个朝局就垮了。你现在的斤两还成不了王延龄，还不足以跟你爹一起撑起这尊鼎。我从来没想要成为你们。您和王延龄手里攥着大半个江山，只要兵权和百官在你们手里，你们永远是皇上的心头大患。那又怎样？天下一日姓赵，任何专权都会成为他的敌人。除掉范仲淹，迟早会有人来除掉你们。你是想替包拯和范仲淹除掉我们？虽然包拯和范仲淹鞠躬尽瘁，鞭策朝政，但他们也只不过是皇权的殉道者。孩儿更不想成为他们，孩儿只想能够成为皇上依赖的人，站在他的身后，为他指点江山。这样的权势看似无形，但却能走得更加长远。幼稚！你忘了刘娥的下场了吗？刘娥专政，皇上是被迫的，孩儿要让皇上心甘情愿。你这是痴心妄想！
爹早就警告过你，这条路你是走不通的。是老天爷给我开了个玩笑，我费尽心机布下这个局，本来天衣无缝，可万万没想到张元的家眷竟死在途中。现在这个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张元得到消息，知道血本无归，必定会鱼死网破。皇上正愁找不着理由对我们张家下手，你可好，自己送上门去了。爹，事到如今，张家只能先下手为强。你想干什么？明日晚膳，王德会在皇上的御膳里下毒。你疯了！我没疯，王德只是替罪羊，到那时候，我会赶去阻止皇上用膳，然后杀死王德，把罪名嫁祸给范仲淹。范仲淹，他在大牢里，皇上根本就不会相信。皇上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天下人相信。眼下，范仲淹的定康军正在城外30里地驻扎。爹，孩儿希望您能像当年对付八王爷那样，以清君侧的名义，率千军万马前去讨伐。只要大局在握，范仲淹百口莫辩，信不信也由不得皇上。你想让爹做董卓？不，做曹操。蓉儿啊，爹曾经跟你说过，你想走得比爹更远更高，爹愿意做你的垫脚石。可这一次，你走向的是万丈深渊。爹，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，孩儿已别无选择。你哥知道这件事吗？不知道。你想一意孤行？我想扭转乾坤。混账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自不量力。我这么多年来打下的局面，一次又一次，差点毁在你们兄弟俩的手里。这一次，你们休想再拉我下水。明日有时，孩儿会依计行事，是福是祸，孩儿听天由命。滚！奴才见过周姑娘。哎，王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公有什么事吗？周姑娘，张子荣要害皇上。蓉儿，他怎么会呢？这是毒药，张子荣让我给皇上下毒。不可能，蓉儿绝对不会害皇上的。这瓶毒药是张子荣昨天亲手交给奴才的。奴才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决定先来找周儿姑娘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奴才想了一晚上，最后决定先来找周姑娘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奴才也想亲自告诉皇上，可奴才犯的是通敌叛国的大罪，皇上不杀了我才怪。奴才蒙受皇恩，是皇上给了奴才锦衣玉食，奴才就是害谁，也不能害皇上啊。
能不能劳烦公公，再送周儿进一次宫？奴才就是为了这个来找周姑娘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儿见过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周儿心里发慌，憋了一肚子话，无处诉说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皇上知道。那天朕去戏班子看你，朕听见你在屋内和他的对话。朕最在乎的2个人，都背叛了朕。完璧归赵，朕真的信了你们，苦苦的等着那一天。你知道那天朕去戏班子找你，想要告诉你什么吗？太医告诉朕，皇后有了身孕。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诺言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。你喜欢他吗？从什么时候？周儿也是最近才觉到的。你喜欢他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自从爷爷去世后，周儿在世上就没了亲人，孤苦伶仃一个人，就像一片落叶，随风到处在飘，不知道会落在哪里。这些日子，蓉儿让我觉得，她就是那片能让我落下来的土地。朕才是你的亲人。皇上，您是天子，皇宫也不是民间。你说过，我们是彼此的树枝，是彼此的依靠。鸟儿可以落在树枝上，可周儿不是鸟儿，周儿是人。周儿也是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时候真幼稚。你过来就是要跟朕说这些？周儿求皇上饶蓉儿一命。你居然为了他跪下！起来，我不允许你给任何人下跪。皇上答应周儿，周儿就起来。朕要是不答应呢？你们真是小看了朕的心胸。朕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杀他。
柔儿要害皇上。你说什么？柔儿要害皇上。张子荣要害朕？他要怎么害朕？他让王德在皇上御膳里面下毒。他亲口告诉你的？王德害怕了，悄悄出宫，去戏班子告诉了我。王德呢？他已经跑了。张子荣知道你进宫吗？他不知道。你今天进宫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你既然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出卖他？皇上和蓉儿都是我命里最重要的人。朕不会答应你，绝对不会饶过他。皇上，你们两个有一个丢了性命，周儿的性命也会随之而去。只要您放过他，周儿会让他从此远离朝政。周儿会与他去乡间，做一对男耕女织的田园夫妻。皇上如果真的心疼周儿，就请成全周儿。范大人，不知包拯前来有何事？皇上宣您速速进宫，有要事相商。事不宜迟，范大人，请。范大人，看来这一局你赢了。在没有查出谁出卖了镇官军之前，你我都没有赢。主人、夫人们都已经上了马车了。照顾好他们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回来。是。那二少奶奶她……这个不用你管，你们即刻启程。是。皇上。参见皇上。范爱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皇上言重了，臣无怨无悔。朕找二位来，是因为朕的身边只有你们两位可信之人。包拯，你的计策果然奏效了，张子荣和王德都不干净。家眷的消息还没传出皇宫，他们都知道了，还想联手把朕毒死。皇上是如何知道的？王德临阵退缩，今天早上跑去周儿那儿求情，想让朕饶他不死。何时下毒？今晚。他要把毒死朕的罪名嫁祸给范仲淹，朕死后，张艳艳产下的皇子就可以继承皇位。大宋名利姓赵，实际上就是他张家的了。皇上，张子荣心思缜密，臣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张子荣一定还留有后手。皇上，臣建议把张子雍调离禁军，以防不测。不妥，现在敌明我暗，张子荣并不知道自己暴露了。如果惊动了张子雍，那就等于把我们也暴露在了明处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臣建议以不变应万变，晚膳时先探探张子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这岂不是太冒险了？皇上，宫中的禁军有多少是可以信任的？朕的殿前侍卫不归张子雍管辖。多少人？ 1000多人。
皇上，范大人领兵多年，臣建议将殿前侍卫暂时交给范大人掌管，以防张家兄弟里应外合。臣现在立刻出宫，暗中监视张德林的动向。就按包拯说的去办。范大人，这1000多人，可是朕的救命稻草，朕的身家性命就全交付于你了。皇上，臣万死不辞。包大人，你们带上几个捕快，速去张德林府监视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马上回来告诉我。大人，怎么算风吹草动？谋反的迹象。谋反？事关重大，速去速回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是。各位兄弟，我们吃的是谁的粮？张大人的粮。我们穿的是谁的衣？张大人的衣。我们拿的是谁的饷？张大人的饷。我们该替谁卖命？为张大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众将士可知，本帅能立足于此，因西夏犯我边陲，因八王一蛇吞象。今日旧景重现，宦官作乱，尔等可愿与我杀入皇城？万死不辞。今日皇上危殆，百官被挟，尔等可愿与我千里秦王？万死不辞。今日大丈夫带3尺长剑，尔等可愿与我共立不世之功？万死不辞。本帅今天要拿着先皇所赐的尚方宝剑，带着你们杀入皇宫，冒死救驾，让不臣者魂飞烟灭，以庆君策。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起兵！老爷来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和谁？他后面跟着千军万马。他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马上关闭城门，弓箭手布防准备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别把他放进来。想什么呢？去啊！哦，是。关城门，弓箭手准备。关城门。弓箭手准备，关城门！弓箭手准备。张统领。把城门打开。爹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。皇城重地，没有皇上的命令，任何军队不得擅自闯入。皇上有危险，我就是来救驾的。皇城现在很安全，放您进来才会有危险。我接到密报，有人要谋反。谁敢谋反？太监王德。不对，
王德刚刚出城，我亲眼看他出去的。爹，您到底要干什么？张统领，咱们换一个地方说话。要说来我这里来说，您一个人来。来人，在，把偏门打开。不用跟着我。爹，您是不是要造反？你爹我从来就没想过造反，全都是你们给逼的。那城外的千军万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次是你弟弟，他玩火自焚，不但害了他自己，还把我们张家也害了。子荣，他做什么了？他利用王德，把镇关军的动向出卖给了西夏人。镇关军是张子荣出卖的？何止是镇关军，他还想让王德给皇上下毒，然后嫁祸给范仲淹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哼，他自作聪明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您怎么知道的？他昨天晚上亲口告诉我的。可是他忘了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王德反过来把他给出卖了。王德告诉了皇上。王德还没那么傻，不过他告诉了周儿。张大人，蓉儿呢？周姑娘，你在戏班子里头住得好好的，找蓉儿做什么？要紧事。这个时辰，她应该在宫里吧？张大人，不管您是否知情，周儿求您让蓉儿即刻收手。收什么手？王德已经告诉我了。他告诉你什么了？蓉儿让他在皇上的御膳里面下毒。你告诉皇上了？告诉了。只要蓉儿悬崖勒马，皇上一定会宽恕她的。周姑娘，你闯大祸了。管家，主人，立刻叫人把副将军给我叫来。是。还有，带上我的家眷，离开开封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带足了银两，没有我的消息，谁也不许回来。哎。祸是你闯的，你要付出代价。这个红颜祸水，早知道我一刀剁了他。周姑娘，就在爹的手上，还不能杀他，因为你姐姐和你弟弟，恐怕已经在皇上的手上了。如果我不起兵救他们，我们张家将万劫不复。周姑娘，是咱们最后的底牌。爹，儿子现在能为张家做什么？放你爹进城，你给我守好了开封城，2日之内不许任何人出入。张东，在。老爷说的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少爷。把城门打开，放老爷的人进城。是。还有，把小爷的羽林卫统统调到南门来。是。怎么了？张府大门紧闭，无人出入。我俩爬墙头一看，整个张府现在就是一座空府。大人，大人，张龙、赵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去大理寺看望我家大人，可是侍卫说我家大人已经不在了。放心吧，范大人已经清白了，被皇上召进宫里去了。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，看见张德林带领兵马往皇宫方向挺进，嚷着什么清君侧。张德林果然动手了。包大人怎么办？赶快随我出城调兵。是，大人。开封城已被禁军封锁了，别说是您，连个耗子都出不去啊！
皇上，这么慌慌张张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皇上，王德呢？你找王德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朕正准备招你与朕一同用膳，椅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快坐吧。为什么不坐？你已经看不上这把椅子了。皇上都知道了。朕知道什么？臣逼王德给您下毒，想毒死朕。臣从来没有想过要毒死皇上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嫁祸王德，陷害范仲淹。然后呢？清君侧，将皇上周围的人打扫干净。镇关军的行踪是你透露给西夏人的。是。臣利用王德贪财，让西夏人买通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臣与张元密谋，他用9400多条性命换取他的家眷。臣用这些人的性命，给王延龄一个除掉范仲淹的机会，然后再借机除掉王延龄，让皇上舒舒服服地做皇上。让朕舒舒服服地做皇上？那你做什么？臣什么都不做。臣只想站在皇上的身后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想做黄雀，让朕做你的螳螂？朕最害怕的事情，果然还是发生了。但是你错了，朕才是黄雀。在朕还小的时候，朕就知道，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做黄雀。来人！皇上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我自己走。皇上，谁是黄雀？现在还无法断定。把他压下去！等等，皇上，张德林派兵围住了皇宫，说得到密令，有人要谋害皇上，他前来救驾。臣已经命令禁军紧闭宫门，严阵以待。你们要起兵谋反？皇上，臣的爹只是应了臣的请求，前来清君侧，保护皇上。把他和皇后都关起来，有他们在，张德林不敢轻举妄动。传令下去，就地扎营，全军待命。是。大人，皇宫城楼早有防备，守城的将领是范仲淹。范仲淹，看清楚了。千真万确。派个人去，请范仲淹到这里来。得令。张大人，周儿姑娘怎么处置？把她先软禁起来。是。报，范大人，张大人派人来，请您去和谈。张德林，当年八王爷造反，张德林平叛，如今他也反了。八王爷好歹姓赵啊，张德林要是成了，天下岂不要姓张了？
包大人快想办法！我在想，有了八王爷的前车之鉴，先皇会不会吃一堑长一智，防患于未然？哎，尹前辈是两朝大臣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这么重大的事，先皇未必会托付给尹前辈。我想到一个人，或许能解这个局。谁？两朝宰相王延龄。启禀大人，范大人到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范大人，没想到皇上将你从大理寺释放出来护驾，看来是早有防范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我儿败露了。范某本来就没有罪，谈不上释放。此次范某是替皇上来除奸的。除奸？就凭你城墙上那几个人？张大人，咱们俩还是别兜圈子了。好，既然皇上叫范大人来接洽，那就请转告皇上，只要答应我4个条件，我立刻退兵。请讲。第一，释放我的儿子和女儿，赦免蓉儿一切罪行，永不追究。其二，皇上保证永不议后将皇后之子立为太子。其三，我们张家世袭枢密使一职，直至100年。其四，请皇上昭告天下，永不相负。张大人，这不是在弹劾，这是在逼宫啊！别忘了，皇上手里也有你想要的筹码。少跟我废话，我只给你们2天时间考虑。来人，在。送范大人。是。王大人，张德林起兵围城，皇上危在旦夕了。沉不住气。王大人身为两朝元老，是否想过如何应对兵变之策？包夫人是求老夫吗？是。枷锁在身，老夫不便献策。来人，在。张德林围而不攻，是因为皇上攥有底牌。您是说张子荣和张燕燕？这2张底牌足以让张德林坐下来谈判。可张德林有1张王牌，这几千兵马只听张德林一人调遣。谈判可有方法救皇上？除非答应张德林所有的条件。皇上恐怕不会答应。哼。谈妥了，张德林退兵相安无事；谈不妥，就像当年八王爷一样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皇城。但这一定是3日之内。为何是3日之内？3日之后是诸侯使臣进京面圣的日子，这是惯例。如果诸侯使臣发现开封有变，他们必然会认定京师有乱。到时各路诸侯会迅速向京城开拔，一定会联合起来攻打张德林，而张德林这一点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所以封锁内城，其实是为了封锁消息。3日之内，张德林必会攻入皇城，挟持皇上。我们要如何才能救皇上？王大人，有一个秘密，只有先皇和老夫知道。对付张德林的，是救皇上的。张德林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，开封城也被张子雍的禁军围得如同铁桶，谁都出不去。臣的人马在30里外的降伏军营，消息送不出去，他们无法前来救驾。张德林说，如果再不答应，他就攻入皇宫。你现在就告诉他，朕不会因为他的威逼所妥协。朕不想再做一个傀儡皇帝，让他现在就打进来。皇上，他的儿女
在皇上的手里，为了他的骨肉，他不敢贸然行事。难道朕就只有这样坐以待毙2天吗？你在想什么？皇上，臣在想，张德林起兵应该不是他的本意。怎么讲？如果他真的想谋反的话，他就不会把他的儿女留在皇上手里做人质。他起兵仓促，一定是受了张子荣的裹挟，所以不得不反。要是这么说，张德林是骑虎难下，张子荣才是那只老虎。放我出去！你们开门呐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皇上！开门呐！别喊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听说爹带兵包围了皇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起兵造反，我看爹一定是疯了。不许这样说爹，爹也是为了咱们。如果爹这次事情做成了，皇上今后就不敢再冷落你了。那皇上就更不会真心待我了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臣妾已经听说臣妾的家父带兵包围了皇宫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臣妾愿意出宫替皇上搞清楚，让家父退兵。来人，在。将皇后带回寝宫。是。娘娘，请。开封府的，这是我们府尹包大人。皇上，您想说什么？咱们2个的命运真是有意思。小时候，父皇把我送出了宫，你爹把你送进了宫。您爹送您出宫，是为了让您活着。我被我爹留在了宫里，也是为了让您活着。所以你心里有恨，觉得是朕欠了你。你爹欠了你。是。那你爹现在领兵包围皇宫，又是为了让谁活着？朕小时候是周怀仁一手带大的，朕一直管他叫爹。可就因为这一声爹，朕害他丢了性命。朕眼睁睁看着他被刺死，却不能救他。你爹为了救你，当了反贼。天下人人得而诛之，难道你不想救你爹一命吗？您想让我劝我爹撤兵？成王败寇，我爹不会撤兵，这也是我爹的命。那周儿的命运呢？周儿，你知道朕是怎么知道你要下毒的吗？是王德那个软骨头告诉皇上的。王德害怕了。他告诉了周儿，是周儿告诉朕的。周儿是为了救朕，也是为了救你。怎么会是他？他说他今后要与你远离朝政，要和你一起离开开封城，和你做一对田间夫妻。命运给你的，你却不想要。朕想要的命里偏偏没有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朕一定跟你交换。启奏皇上，开封府尹包拯潜入宫中，被我们擒住，等候皇上发落。包拯潜入皇宫，命运小的时候就把咱俩绑在了一起，一个活着，
另一个就活着。一个孩子的命运，因为另一个孩子骤然改变。同样是孩子，凭什么让一个孩子为另一个活着，成为他的挡箭牌？就因为他是龙子，这不公平。所以你小时候就卧薪尝胆，将来让朕替你活着，让朕当你的挡箭牌。你早就知道了。朕早就知道了，但朕不怪你，因为换了朕也是一样。包拯，臣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快松绑！是。退下吧。是。你不是说去监视张德林吗？现在张德林的千军万马把朕困于皇宫，你为何不早来禀报？臣的手下赶到张府时，张德林已经起兵。现在开封城已经被张子用的禁军封锁，四面楚歌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冷宫院子的假山后面有条密道。你怎么知道？臣去请教了王延龄，他说是先皇吸取了前车之鉴，专门命人秘密打造的。保长，密道的出口在哪里？在大相国寺，还是在城内？皇上还是没有办法出朝。保长，你有何良策？范大人，如果张德林起兵攻打皇宫，皇上的殿前侍卫能撑多久？兵力悬殊，最多只能撑半日。张德林的骨肉在朕手中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不，张德林最迟后天就会攻打皇宫。为什么？他只有3天时间，3天之后诸侯使臣进不了京城，全天下都会知道朝廷有变，到时候他就成了众矢之的。那朕该怎么办？范大人的定康军现在何处？在30里之外的降伏军营驻扎。进京救驾最快需要多久？1个时辰。请皇上随臣等移驾大相国寺，臣会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开封城，等定康军前来平叛。不够。什么不够？开封城易守难攻，以定康军的兵力，也就只能拿下张子雍的1个城门，余下的兵力不足以对付张德林。皇上，开封城附近可有援兵？王延龄，他手里握着开封周围的乡兵。皇上在皇宫放火那年，他跟张德林都曾派兵包围过开封城。没错，先皇信任他，把密道的秘密托付于他，就是为了帮赵家渡过此劫。他蒙受皇恩，理当义不容辞。臣先护送皇上脱险，随后便带他来见皇上。范某不能走，皇上的安危就拜托给包大人了。皇宫总要留下一个人跟张德林周旋，否则他必会起疑心。再说，包大人把消息传到城外以后，张子雍的传令兵就会告知于张德林，张德林势必会提前进攻，范某必须坚守，不然就算皇上逃出了皇宫，也难脱险境。包大人，这是范某的贴身兵符，定康军见到此物，便会听你的调遣。皇上的安危，就拜托给包大人了。范爱卿为了我大宋江山，多次身处险境，朕无以为报。
周二姑娘，眼前的这一切，应该是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吧？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想与不想，事情都发生了。张大人，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，您现在停下还来得及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往后会是什么样，就听天由命吧。您能让箭回头的？我不能。箭一旦回头，射死的就是我和我的家人，我们凭什么去死？周二姑娘，我知道你跟皇上是青梅竹马，你嫁给荣儿，也是要完璧归赵。我们替皇上接纳了你，荣儿也心甘情愿地接纳了你。先不说我们张家这些年对你有无恩惠，就说我们张家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周儿永远感激，周儿会报答张家的。我们张家不求你的感激，更不求你的报答，只求你不要毁了张家。毁了？张大人，张家不是周儿毁的。难道是我和我的儿子吗？就算是我们自毁家门，那也是你在后面推波助澜。推波助澜？张大人，您说的周儿听不明白。荣儿并没有毒死皇上之意，她让王德下毒，然后在用膳前去救皇上，嫁祸给范仲淹，铲除掉皇上周围所有的绊脚石。我也不相信荣儿真的要害死皇上。那你为何要告诉皇上？事出紧急，我迫不得已，我只能是先进宫告诉皇上，再来张家找荣儿，却没想到被关在了这儿。本来没有的罪名，现在在皇上那里成了铁定的事实，逼得我张德林不得不起兵。我的回头路已经被你给堵死了。周二姑娘，今天我来找你，是想告诉你，后天是我攻入皇宫的最后期限，发生什么事情，谁都不知道。到那时候，皇上敢拿我的骨肉做挡箭牌，那我张德林也就对不住你周儿了。阿弥陀佛，老衲恭迎皇上圣驾。谢方丈。平身。包施主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请随我来。多谢方丈。皇上请。罪臣王延龄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知道你救了朕，但朕不会感谢你。并非罪臣救了皇上，而是因为先皇的深谋远虑。你虽是戴罪之身，但朕敬你是两朝元老，劳苦功高，不必以罪臣自称。称谓而已，只要皇上平安就好。你希望朕平安，为何还要背叛朕？先皇把大半个江山托付给你和张德林，你们全都背叛了朕，背叛了大宋。
老夫从来就没有背叛过皇上，更没有辜负过先皇。所犯之罪，也是为先皇守了江山。事到如今，为何还要诡辩？皇上您不爱听，但老夫还是要奉劝一句：江山早晚会被范仲淹的改革拖垮。看不透这一点，老夫只好借着张元之手，一石二鸟，既削弱了张德林的兵权，又扼杀了改革，否则国政必乱。而今日兵临城下的惨剧，永远是皇上的隐患。老夫从未贪权，只是想帮皇上攥稳了才放心。老夫活不过皇上，权力早早晚晚都是您的，赋予皇上权力的是您的血脉，更是权贵们的臣服。只有他们相安无事，皇上您的路才能走得平稳。朕不想再听你的这一套。从小到大，你们和刘太后都想替朕做主，让朕替你们做皇帝。那大宋江山，要朕有何用？皇上长大了，是时候还给皇上了。还？怎么还？老夫已经不是宰相了，百官迟早还是您的百官。老夫的兵不多，但也能解一解燃眉之急。您要想尽办法把这封信送出城去。各路诸侯收到以后，一定会派乡兵前来评判。朕的手艺，竟比不上你区区一封书信。皇上，接到信的人以后，就是您的心腹了。朕希望朕能原谅你。皇上，您若不想杀老夫的话，老夫恳求告老还乡。老夫争了一辈子，累了。朕答应。皇上，请受老夫一拜。大人已经说好了2日，怎么就等不及了呢？我是想提醒皇上，免得到了最后一刻，大家都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大人是想给自己留余地。哼哼，本帅早已经没有余地了，可皇上有。只要皇上答应我的条件，这事情就迎刃而解。大人提的4条，皇上答应了前2条和最后1条，可是第3条万万不可。为何不可？自太祖以来，权臣不可久握兵权，这已成为定制。张大人既然想化干戈为玉帛，为什么非要攥着兵权不放呢？没了兵权，其他3条全是空谈。您提的4条，皇上能答应3条，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皇恩已经救不了现在的局面，可您的千军万马也救不了您的子女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也不必要再谈下去。范那儿，请你回去转告皇上，劝他3思，因为
只剩下1天了。范某也劝您一句，要三思。告辞了，不送。参见皇上。这是王延龄给朕的书信，只要把他送出城去，便有乡兵来救驾。朕把他交给你了。现在兵符和书信都在你手上，剩下的就拜托你了。义不容辞。不过臣有一事向皇上请求。说，皇上，能否释放展无为，让他助臣一臂之力？他有何用？还有展昭。3天前，臣告诉展昭，展无为会在今日流放，今日他定会来开封府为他师兄送行。臣想说服他们师兄弟相助，其余的高手，臣会再想办法。想不到最后帮朕的是王延龄和他的门生。皇上，非常时期不得不使用非常手段。只要能把消息送出去，其他的由你来决定。谢皇上。包大人，你们做捕快多年，对开封城轻车熟路，我要你们召集开封城内所有的侠士好汉。今天为他师兄送行，我要将他2人请来帮忙。哥，包大人到底是让咱们放，还是不让咱们放啊？展无为也是犯人嘛，干嘛去请他呀？听哥的，放！诸位义士，在下包拯。包大人，你自报家门是多此一举，这里没有人不认识你。你有什么事，就直说吧。诸位，包拯就开门见山了。现在叛军包围了开封城，2日之内，他们就要杀入皇城。皇上有难，大宋江山危在旦夕。包某深知诸位都是侠义之士，希望各位可以仗义相助，帮包拯将救援消息送出去。皇上有难，大宋江山安危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敢问壮士，何为侠义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救危扶困，不为名利。那惩恶扬善，匡扶正义，算不算侠义？道不同，不与为谋。我们行走在江湖，不会与官府同流合污的。包拯虽然与各位义士道不相同，但我们胸中有同样的豪气。包拯曾经认为，天下本不该有江湖，正义不该由你们来伸张，公道不该由你们来主持。但这些年在朝堂上碰得头破血流后，让包拯明白，凭包拯和朝堂上的几个有志之士，战胜不了天下邪恶，铲除不尽天下不公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正义应该靠全天下正义的人来匡扶。包拯为当年的幼稚，在这里给各位义士赔罪了。各位义士，张德林起兵谋反，有难的是皇上。可一旦天下大乱，遭殃的是百姓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这把刀在你们手上是侠义，在包拯的手上是律法。包拯恳请诸位，为天下百姓，与我一起拿起手中之刀。说的有道理，哪个敢逆天而行，我们就替天行道。包大人是个好官，造一个，造我一个。
一旦杀出空隙，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张大侠，如何突破城门？不用走城门，我见识过我师弟的云步梯，能勉强翻过城墙。我们之中恐怕没人能胜过你的轻功。包大人，卢峰他们4个已经探查过了，东西南北4个门全部都是铜墙铁壁，连只鸟都飞不出去。对，尤其是南门，由张子雍亲自把守，一水的羽林卫，人数虽少，但战斗力最强，就攻南门。战大侠，羽林卫的厉害我们都领教过了，单兵作战不足畏惧，但真来100个羽林卫，我们还真难对付。人数上我们是劣势，以少攻少，是弥补这一劣势的唯一办法。我同意展大侠的说法。况且羽林卫之所以所向披靡，全靠配合，只要扰乱他们的配合，也就不足为惧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羽林卫是一个整体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是各自为战，就怕打起来像一盘散沙呀。我们如何发号施令，才能将大家统一起来？以鼓为令。谁来击鼓？这里只有包某不会功夫，击鼓就交给我来吧。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展昭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就他自己一个人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展大侠，你是来向小爷投降的吗？我来宣战，就凭你自己？明日某时，我将带人来攻破南城门。好，小爷在此恭候。少爷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他是来宣战的。那咱们怎么不放？把全部兵力调到其他3个城门，把小爷的羽林卫给我留下，明天我亲手杀了他。少爷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听我的，赶紧去。是。大人，末将已经派人去探查过了，皇宫之中并无异动，范仲淹的人马一直在城楼上严防死守。副将军，末将在。你想没想过，皇上根本就没在宫里。大人您多虑了，就算从皇宫中飞出一只鸟去，也会被弟兄们给射下来。旧卫星沙场，人也变得优柔寡断了。可是今天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一切都已经在大人的掌控之中，要提心吊胆的，也该是皇上。可是我的儿女还在他的手里，明天就是攻打皇宫的最后期限。我怕我能够攻下皇宫，却救不了他们。大人放心吧，二公子和皇后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但愿吧。权力这个东西太奇怪了，当你想得到它的时候，它一定要从你手里夺回点什么来。这个宫门就是权力的入口，一旦沾上，它就不停地吞噬你，然后再给你一些甜头，然后再掏空你。可是，我们谁也抵挡不住它的诱惑。大人是要成为这宫门里的主人？不，这天下还是他们赵家的。我只是想让我们张家以后再无后顾之忧。只要大人一声令下，末将万死不辞。副将军，末将在。我这一生没跟任何人称兄道弟过，
可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唯一的兄弟。大人，什么也别说了。英雄生在那天地间呐，不怕朝廷，不怕官呐。明日撒下落天王啊，乌龟王八我照里边啊。这4只老鼠大有正是一去不复返之心啊！十九，哎，痛快干！来，干了！你想啥呢？好酒呀，马上马上！你想啥？跟哥说。就你那猪脑子，你能想明白啥呀？你又给我翻白眼是吧？我一看你这眼神，我就想揍你，你知道吗？你都不知道你翻白眼有多难看。不说我也知道你想啥呢。明天是一场恶战，没准会丢了性命。你在想值不值？值不值？我也没想明白。你说前些年咱们跟着尹大人做捕快，那是吃香的喝辣的，人前人后那叫一个风光，可心里就那么憋屈的慌，堵得慌。自从跟了包黑子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怎么就那么心甘情愿为他当差呢？跟着尹大人，咱们是狗仗人势，做了人不该做的事情；跟着包黑子，咱们是人仗人势，做了人该做的事情。有道理，兄弟，咱们做回人了，明天即使丢了性命，也他娘的值！大哥，你说咱哥们儿这么为朝廷送命，值吗？为朝廷，那当然不值。但是为了包拯，值了。他是难得一见的清官，难得一见的好官。这次朝廷是沾了他的光。来吧，老规矩，4颗红豆，1颗黑豆，抓到红豆就能活命，抓到黑豆就听天由命吧。哎，老四，这次该轮到大哥先抓了。好，那我先来。红豆，红豆，红豆。老四，甭抓了，肯定是红豆。大哥，我不想死。哎，老四，别多想，咱们兄弟几个，谁都不会死，啊！明日一战关乎生死，展大侠该去养足精神。既然是生死之战，包大人怕吗？怕。以前我还不相信，认为怕怎么会勇敢？但是现在我相信了，唯有此刻的你，才是真正的勇者无惧。包拯是开封府府尹，是开封城百姓的父母官。我请诸位侠士前来相助，自己又怎能居于人后？包大人如果会武功的话，一定是位好侠士。做侠士，未必要会功夫。展大侠以手中之剑平天下不平之事，包拯则求以国之律法正天下不正之风。说到底，
我们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。詹某以前不认同，现在必须承认。如果没有包大人所坚持的规矩立法，今日的局面可能会重蹈覆辙。若没有你们这般侠义，也就没人能挺身而出解救今日之危难。包大人，受詹某一拜，也请受包拯一拜。别怪老夫无情。自老夫入朝以来，就深知一个道理：水至清则无鱼，心至仁则无用。相爷这是在为自己开脱。你心性直，和你说太多你也难懂。老夫当年收你当门生，就是看中了你的身手好，从来什么都不问。你现在问老夫，老夫也很难回答你。明日之战，你若能活下来，还是去做一个侠士吧。我若做了侠士，怕是第一个就会杀了相爷。好啊，这些年来，我让你杀了不少人，能死在你的手上，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。你要恨我，现在就杀了我，用老夫的血来为你践行。你的心结解开了。今日在大相国寺的人都是好汉。想不到那么多英雄好汉都愿意为包拯出生入死，包括你我。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对的，他只是碰巧赶上了而已。哼，你这3年的院子没白扫，看来你比我更适合走仕途。如果明天你我都能活下来，不如你替我来当官，我替你去做侠。要做你去北边做，因为南边已经被我给占了。哼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少爷，他们来了。大哥，这阵势可够吓人的。不要离开我身边。这肯定是一场恶战，老天保佑我们都活着。照顾好自己。哼，一群乌合之众。
铁骑冲锋！铁骑冲锋！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打开宫门！张大人念你不死。报，将军，宫门已加固，将士们士气如何？士气高涨，誓除反贼，绝不贪生。好，像是战鼓。这鼓声是从哪儿传来的？大人，鼓声好像是从南门方向传来的。南门方向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包拯在往城外送信。大人，我们终于有希望了。郑德林一旦得知这个消息，必定马上攻城。传令下去，众将士按部署就位，随时准备应战。遵命。
手准备，弓箭手上！不好了，少爷，他们撒石灰粉，弓箭手看不清了。赶紧走！他们有人冲出去了，快给我电报信！神臂弓拿来，上！射箭！好矢车准备发射！众将士注意躲避，弓箭手瞄准投石机，射！弓箭手，射！
包大人，张德林的人马已经开始攻打皇宫了，两军力量悬殊，范大人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定康军和乡兵到了吗？没有，我跟我哥分成2路，我去城门那边看了，张子雍一点动静没有。怎么样了，少爷？我们已经呈密集阵型排好，他们的援军来势汹汹。来了更好。看小爷的风雨箭，把他们射成刺猬。传令下去，每个弓箭手再配300支风雨箭。全部用风雨箭？那半天不到就用完了？守半天就够了。半天的时间，爹在皇宫已经找到那个姓赵的了。将军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快去守住宫门。将军，你的伤，快去！是。抓！抓！抓！消灭反贼，保护圣家！冲啊！定康军和乡兵都到了。隔着城墙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路援军，
张子雍的人马现在已经全部上城墙了。不行，张子雍的弓弩射程太远了，援军300步以外就要顶着箭雨，即使能够破城，也必定损失惨重。我们必须想办法帮他们解围。晋军的优势在人数，如在空阔地上对决，敌众我寡，绝无胜算。可现在张子雍的兵力都集中在城墙上面，而城墙上的道路狭窄，诸位如果能攻上城墙，就好比是在打巷战，他们的弩无法近距离还击，而且人数的优势也不再是优势。妙计，这样一来，拼的就是真功夫。凭我们的本事，至少以1抵10。对，就这么干，给老四出口恶气。对，好，对，走。那群乌合之众在城里攻过来了。什么？来人，跟我走，快跟上！上！攻他右臂！师兄！
北方我可能去不了了，我要去找师傅了。记得常来看看我们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守住宫门！少爷，咱们重新集结阵型，杀回去，破了他们。不着急，我们要拖延时间。我爹已攻进皇宫，只要抓住皇上，我们就赢了。一个一个的搜。这边，那边，这边，你们几个去那边。仔细搜，去那边看看。启禀大人，正殿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皇上的踪迹。报！将军，在皇上寝宫和其他宫殿没有发现皇上。副将军，末将在。我们可能中计了。中计了？什么计？空城计。空城计。报！报告将军。皇上带着定康军和香兵把我们包围了。副将军，末将在，命令全军全速出宫。得令。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全速出宫！全速出宫！全速出宫！大人，那些敌军已全部被围在皇城里了。好，包大人，皇上来了。我们中计了，皇上不在宫里。姐，蓉儿，姓赵的。放开我的家人！张子雍，朕问你，降还是不降？不降！雍儿，投降吧！张家是斗不过皇上的。姐，不能降，爹会救你的。大人，皇上。臣参见皇上。爹，参他有什么用？张德林，朕也问你一句：降还是不降？降能怎样？不降又能怎样？
朕不会给你任何承诺。姓赵的，造反是张子雍一人所为，放开我家人！住口！爹，横竖都是一死，不能给咱们张家人丢脸。雍儿，你已经是张家的骄傲了。爹，那我今天就再给张家长一回脸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住手！我不想张家无后。爹，不能想！信不信朕现在就杀了你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容儿与张家共存亡。来人，带上来！蓉儿，江山和美人，该你选了。她是你的女人。义儿，这辈子是我欠你的，不要管我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爹，您不能伤害周儿。爹，她是儿子的女人。你疯了！爹，你儿子没疯，儿子是真的喜欢她。爹。张东，你给我回来！少爷，我替老爷杀了张家这个败类。张东，回来！少爷，不能投降啊！少爷，我不能听您的了。张家不能受此屈辱。张东，下辈子你当少爷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天要灭我张家，天要灭我张家！皇上，只要放了我的儿女，臣就降。朕答应你。这是先皇赐给臣的尚方宝剑。今天臣终于知道这把剑为何没开刃了，那是留给臣的。爹，爹，
爹，爹，爹，周儿姑娘，以前顾姐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往后，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娘娘放心，周儿会照顾好蓉儿的。那本宫就先回宫了。姐，您保重。记得回来看看姐姐。娘娘慢走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老爷走了，娘娘也住在宫里。这张家这么大的宅子空着，你们二人还是回来住吧。我们答应皇上，要离开开封，绝不能食言了。我和周儿决定，要去乡下，做一对田间夫妻，安度余生。您老多保重，逢年过节我们会来看您的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你们也保重啊。周儿，蓉儿，起来吧。走吧。爹，儿子来看您了。大少爷，皇后娘娘，二少爷、二少奶奶他们刚走啊。我知道，我不想看见他们。大少爷，二少爷和二少奶奶都去乡下住了。这张家这么大的宅院，就剩下你我两个人了。我也不回去了。那你去哪里呀？北边。北边？这无亲无故的，你去那儿干什么呀？我去做一只锦毛鼠。您老保重。张家以后就托付给您了。有朝一日，我路过开封城，
一定回去陪你吃酒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！三只老鼠，把你们3个堵在一起还真是不容易啊！这么堵我们，不是因为开封又出了什么事儿吧？现在江湖上有个自称锦毛鼠的，飞扬跋扈，目无王法，是不是你们新加入的弟兄啊？锦毛鼠到底是谁？我们也在找他呢。既然不是你们的人，为什么自称老鼠？不过这只老鼠倒是做了些侠义之事。侠义之事？他最近大闹东京，这算什么侠义？哼，他不闹，我们还要闹呢。我们保你们姓赵的皇帝江山，而他呢，却忘恩负义，封了一只什么御猫。你知道这只御猫是谁吗？展昭、展雄飞。展大侠现在是4品带刀侍卫，你们几个也别浪迹江湖了，踏踏实实跟着包大人，咱们一起除暴安良。门儿都没有！毛鼠势不两立，东京我们闹定了。那就比一场吧，3天之后你们闹东京，我们守皇城，抓住你们都归顺开封府，抓不住你们，从此以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请。一场疾风骤雨的兵变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后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大家又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王延龄说：“水至清则无鱼。”不知风平浪静的日子里，他是否钓上过几尾咸鱼？没了张德林和王延龄的朝廷，权力回到皇上手中。庆历年间，皇上认为时机成熟，命范仲淹主持变革。本以为盼望已久的新政能顺利推行，可轰轰烈烈变革了几个月，抵触和反对之声四起，朝局重现险恶。大宋王朝的痼疾已经根深蒂固，并非除去几个权臣就能改变。为了稳定朝局，范仲淹又成了替罪羊，被罢黜京城。新政以失败告终。包大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告假，回乡去找找嫂嫂。听说范大人今日离京，便在此等候。此情此景，包大人可曾记得？你我在这儿已经见过3次了。有什么事情是包拯可以为范大人分担的，请大人尽管说。你就不怕他们说你是范党？包拯不怕成为范党。那些人越是张狂诬陷，越说明他们怕了，怕新政让他们没有空子可钻，怕新政挡了他们的财路。只可惜新政没能坚持下来。那些本该怕的人，却反倒得意了起来。此次一别，怕是后会无期。范某心有不甘呐。新政虽然夭折，至少百姓看到了希望，皇上也看到了。相信今日朝廷少了范大人，明日定有后来人。可无论何种新政，若是王法不明、执法不公，最终任何改革都会付诸东流。只有行公正之法，最终得益的就是百姓；只有行严明之治，新政才会有出头之日。欲行改革，先正纲纪。包大人所言甚是。这诺大开封，首善之府，可一日不能没有府尹大人呐。范大人放心，即便是头破血流，包拯也不会轻言放弃。包大人，请受范某一拜。也请受包拯一拜。
告辞。哦，对了，张龙、赵虎，我留在了开封府，包大人用得上。多谢范大人，一路小心。保重。撤！撤！蓉儿，你来了，饿了吧？饿了。那，我来给你送点好吃的。坐。不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做的都好吃。简餐素食，吃的也安心。这条路走过多少次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每次都有一头毛驴相伴。我曾经问雨柔，她为何要骑着毛驴行走天下？她说毛驴的性子倔强，一条道走到黑也不回头，她喜欢。她说我也是一头犟驴，一生只认识一条道。我说不对，其实我认识2条道，一条叫正直，一条叫公平。雨柔骂我笨，说那2条道本就是一条路，叫公正。公正，这是世上最难走的一条路，但是只要你像犟驴一样走下去，就一定会到达你想去的地方。那个县太爷啊，黑脸一沉，金堂木拍得叭叭声响。他说：“好歹毒的刁民啊，你真是胆子太大了！明明是你割了人家的牛舌头，你反倒来告人家私宰耕牛。”哎呀，那个家伙一听，先是呆若木鸡，然后立马就瘫倒在地了。他那个头磕的呀，简直如捣蒜，马上就招了他的罪嫌啊！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爹啊？怎么了？报仇。你舍得回来了？我回老房子找过嫂嫂，也四处打听过你的消息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幸亏你给尹前辈写了那封信，我才有了线索。你不是查案如神吗？为什么自己不会找过来，偏偏指望着本姑娘故意泄露的线索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自己来问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包子义。谁给起的名儿？照着家谱顺下来的。嫂嫂，还做你的青天大老爷呢？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啊？最迟半个月。我知道也留不住你。西边的屋子腾出来了，孩子不能没有爹，这个家还是你的。
子毅啊，哼，子毅啊，来，来，子毅啊，这是你爹，你爹，来。他刚记事儿，多亲近亲近他，往后啊就能记住你了。他好白。这孩子有一点倒是挺像你的，也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将来啊也是块当青天大老爷的料。长大了，他的前程还得你来定。长大了让他自己做主。嫂嫂是谁的主都做不了了，嫂嫂只管把你们拉扯大，就当是嫂嫂啊欠你们包家的。行了，赶紧去西屋收拾收拾，把被褥铺上，我给你们做饭去。都当爹的人了，怎么还是呆头呆脑的？